好，我们来看到是俄乌战的一个最新进展了。目前呢，看起来就是它一度从顿涅茨克这边俄军的往东推。最新战况是说呢，俄军其实是真的有步骤的在打这一场仗，甚至呢已经把市区的几座桥梁通通都给摧毁了，所以必须要让乌军这边的一些支援部队要换路绕道而行。那现在呢，前乌克兰的国安局上校就直接的讲了，说如果他们攻占这个红军村，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的话，哇，那他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击退剩余的部队，往前推到哪里？就是推到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那个第聂伯河那边，也就是变成了再往前统进1/3真的就不见了，那变成一个天然的疆界啊！你会问北部这边怎么样呢？吴角大家讲了，说乌军呢应该不计一切的死守红军城，因为这个是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这一边呢，看起来是持续的也在打。俄罗斯这边呢，他们比较专注在打的是这些伞兵啊、村庄的西部等等等。那这边呢，都有在进行小部队的这些突击式的战斗。那另一个部分则是说呢，因为莫斯科他现在已经有在进一步的讲了，说要把库斯克失掉的10月1号前拿回来，所以现在呢，他增加了4倍的兵力，重军来驻守，同时呢，也开始发动一些攻击。好，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库斯克在这里嘛，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他们现在呢，要把敌人赶出这边的村庄，所以呢，都是重兵的在压境，要把原本失去的一次给他拿回来。甚至呢，在这一波里面，俄军现在呢，也在找获的一些战车里面看到了美国陆军最大训练基地的地图。好，这个是哪里？这个是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拿到地图之后呢，就会知道说，哇，美军最重要的实体训练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从这一些重点这一些军事人员，他应该就会知道他在战略上面以及他现在的这一些作战的方式可能是朝个哪一个方向在进行。甚至近期呢，说这个中心也开始在招一些会说俄语的人员，要来协助美国的国防部。看起来前线的战事是非常的激烈的。而至于呢，你会问后勤的部分，可以看到两边其实都会让大家想问，你们人还够吗？最新一个消息，阿联酋现在呢说开始在从中斡旋，在9月14号换球之后，接连着2天都有军官彼此之间的互换，有超过150名的乌军重获自由。那当然，这些人回去之后，会不会又是进入另一个战场？毕竟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人就是不够啊，甚至呢，他们本来会给这一些乌克兰的男性社会福利金，现在说呢，要请波兰这边来停发社会福利金，也就是如果你是役男的话，你现在逃到了波兰，往西逃，对吧？好，不好意思，我不会再给你钱了，请你回到这个战场上，继续反国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这一些大家都说是不是就跟兵源有关系？那俄罗斯这边人可能也不够，除了佣兵之外，有人说了，他在跟北韩签了一些双方的这个合作之后，会不会朝鲜兵会加入？好，原因是因为最近也看到了频繁的派出了普京访问之后，绍伊古去的时候呢，说还是这个金正恩亲自去接机的。那彼此之间的这个互访，就会让大家想知道，第一，军援提供了什么？乌克兰军群级长就直接讲了，说这个呢应该会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而另一个则是什么？另一个则是人力的关系，有没有可能会从朝鲜这一边有后勤的补给，或是人力往前推进？甚或美国现在在想的是，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现在开始在阿拉斯加这边远端进行武力展示，想要的就是对于中国还有对于俄罗斯传达一些信息。必须要知道，中俄双方呢，现在在太平洋地区，特别在东北亚这一边，其实也在进行所谓的海空的联军的演练。那美国这个时候突然出动了130人，第11空降师来主导，在这一边来秀 muscle， 当然就会让大家想到的是，
你们为什么要直接来阿留申群岛这个地方进行远程火炮，还有反火力的雷达等等这一些的测试？这个就叫做针对意味非常浓厚嘛。而且呢，美国现在也再次的来宣布制裁。那 RT 就是这个俄罗斯这边的一个通讯社来讲说，哎呦，我们的爆米花都快没了。这讲这个话当然就是很酸嘛，就是说啊，你美国你还能做些什么？对了，美国人的东西都没了，但这样子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到底这场仗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因为9月了嘛，再来就10月，能打可能真的是剩没几天。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最新的一个军事进展？我想现在可以很清楚看出来，普丁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战略啊，它是一个前行公式了。它运用这个乌克兰自己开辟的另外库尔科夫这个新的战场啊，它现在等于说反而利用乌克兰自己开辟的战场啊，现在对乌克兰施压。那乌克兰事实上这个库尔科夫，他现在他是守还是不守，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如果他撤守的话，那就表示说他这个战略大概不到1个月前开始的这个新战场的战略是完全失败啊。那又是在俄乌战争中还有一个重大的溃败嘛。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泽伦斯基也面临一个两难，他非得守住他现在已经占据的俄罗斯的那一小小领土，可是这会牵制住他很多精锐部队。现在本来俄罗斯大概是1万多的兵力，因为进去到这个库尔科夫的这个乌克兰的军队最多也不差不多1万人，所以1万人兵力还不是一个很大的投入。可是俄罗斯突然把这个兵力提升到5倍，5比1的战力，那你乌克兰你要不要提升军力？是，那你兵力从哪里来？你一定是从东线的战场调回来啊。东线战场俄罗斯现在也在加紧进攻，对不对？而且它不是很急躁的式的进攻，它是慢慢打得很怎么样？打得很扎实的。我认为它是把这个红军城附近可能的这些围过来反攻这个进攻的俄军的这一些城镇一个一个先吃掉，把这个红军城先孤立起来，那再等最好的时机来这个致命的一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普丁的整个打法，他是很有节奏的，还有很有战略目标的。那我认为普丁基本上他整个打法，他的目前这个战术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对美国的选举进行影响啊！他的目标对美国目前的大选产生冲击，对谁产生冲击呢？对现在贺锦丽的民主党阵营产生冲击。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政府是蛮紧张的。美国政府现在第一个前一阵子，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去了一趟基辅，那么带了英国的外长一起去，当场承诺7亿美金的军演对，因为泽伦斯基跟他讲说，我现在这个军人的心想都发不出来了，更不要说武器了，所以7亿美金马上先砸下去。第二个又什么呢？正在考虑放宽欧美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使用的范围。那么现在最可能开放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是英国法制合制这个暴风眼这个飞弹，让它可以直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那么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希望泽伦斯基能够撑下去，不要在关键的时候你在主要战场大败，让这个贺锦丽的选举在美国的选举受挫。所以这场战争现在是大家都在斗智吧。想要请教一下将军了原因是因为当我看到五角大厦告诉乌军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叫做红军村你要不计一切的死守，因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在想啦，会不会也就是这个像刚刚大使讲的一样，因为11月5号他们要投票了嘛？那现在如果真的让他一路往前推，哇，推到了第聂伯河这边不得了，这个完全不是同一件事了。所以愿意我请你帮个忙，我觉得你们这张图画的非常的好。那你画这个圆圈就很标准的一个作战的这种态势图。那我现在麻烦你帮我指给各位观众，这个写个顿内刺客那4个字凸出来那个小红。有一个小突出点有没有？就是那个红色部分小突，那就是红军村的位置。那大家看一下，那北部就是12点钟，这个圆圈的上面12点钟方向就是哈尔科夫，
也就是现在俄军进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那下面那边有一个地名，写个 D 开头的那个有没有？就涅伯河，第涅伯城市。对，那你现在画一个箭头，从顿涅茨克那边画个箭头到这个第涅伯，这样画一个箭头过来，那各位看到这样是不是跟上面来讲的话？乌克兰的军队就整个被包围在乌东地区了，是腹背受敌了。所以为什么用这张图来做个说明？为什么现在大家为什么把红军村当作一个很重要一个节点？但是关键什么？如果说是红军村一旦失守来讲的话，它后面就没有防御阵地了，没有工事了，那就是坦克洪流直接冲到涅伯河那个地方，然后跟北边的哈尔科夫就形成一个包围的态势。最起码乌克兰来讲的话，就是腹背受敌。那这边从红军村到涅伯河，第涅伯这边是有一条标准的道路，这个对，有一条很好的通行道路。可以说俄军来讲，如果说攻克红军村之后，他打到第涅伯这个城市来讲的话，我相信速度会非常快。第二个，我们看库斯克，我们就下面这张图来跟各位做说明。这个右下角的那个浅蓝色的是俄军的位置哈，浅蓝色我们看到比较多，在这个是哈尔科夫这个城市，看到的是俄罗斯的部队来讲，已经突入到国境之内，然后这个目前乌克兰在这个地方做抵抗。那这个左上角那边是这个库斯克现在的战线所焦灼兵力所在的位置，那红色的点代表这个乌克兰的部队，然后深蓝色的那个点代表俄罗斯的反击部队，那就是一大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克兰的反击部队，那我特别要讲如果说这个库斯克这边的反击作战来讲，我认为就俄罗斯来讲是一场教科书级的这个反击作战，反击作战有几个要把握住，第一个是封锁底部。第二个是阻止尖端，你进来的部队我不让你继续再突进来，然后底部的部队我用飞机用炸弹去封锁你，让你的后援部队没办法进来，让你的后勤部设施没办法进来，然后我从哪里打呢？我从你腰部打。那你看看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深蓝色的，右上角库斯克那个深蓝色是不是从中间腰部的地方往这个地方打下去？那这个地方打下去，我现在跟各位讲，这个推进的速度有多快？为什么乌克兰在这个地方会遭遇到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大一个挫折？然后普京为什么讲那么大话？这场战争打了2年，他居然可以说在10月1号以前要把库斯克夺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库斯克是俄罗斯的领土嘛，对，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乌克兰没有在这个地方建筑任何工事阵地。然后这地方一片的平原，这俄罗斯部队它可以坦克洪流可以冲进去，所以目前来讲，以它进展的速度，9月10号左右才开始发动攻击，从这边发动攻击，到现在今天来讲，我看到今天早上双方的态势图，它已经打了10几公里远了，已经突进去。那距离战略要地，我们经常讲到一个地名叫苏贾这是库斯克很重要的地方，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也就是如果打到苏贾的话，那库斯克这边的部队就会完全。这个乌克兰部队是完全被歼灭，那就不是说这个夺回失土而已。就俄罗斯来讲，我不是夺回失土，我就把你有生部队彻底歼灭掉。那现在最后讲到，如果这场战争打下去的话，乌克兰真的很惨。我们现在讲换球，你知道乌克兰现在来讲最新的一批囚犯是什么？是女兵啊，是乌克兰很多的这个女生。都是这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她们不得已没有男生的，就把这些女兵送上战场。那这些女兵前一阵子我看到那个影片释出来的这种外电的影片里面，全部都被俘虏，被俄军俘虏。所以这场战争很明显的，乌克兰已经打到没有兵了，已经这女孩子都必须要上战场。然后美国这个现在来讲，虽然说前2天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拜登赶快喊刹车，他说不要用我美国的这种中型战术导弹去打莫斯科。我看还有一个国家本来说美国说你可以去打，对不对？英国你要打，你用暴风隐形飞弹去打，英国现在还喊刹车了，我不要然后还有一个国家不要德国也不要了，所以这个国家都已经看得出来。那现在最危险的，我觉得是哪几个国家？波罗的海3小国，那可能下一个被修理的国家。是，请教彬哥。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很好笑，他现在五角大厦建议乌军不计一切代价死守红军城。对，这个道理人人都懂。问题是你要人家拿什么东西来守？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你是给他什么样的先进装备，还是给他的人员，还是什么东西？如果什么都没有，他到底要拿什么东西来守？他现在是2方面都遭受到压迫，一方面在红军城这个地方，他现在已经越来越危急。那在库斯克这个地方，他现在也面临俄军的强大压力。那
刚刚厉将军也提到了，他的有生兵源已经不足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还能拿出什么东西来抵挡俄军的攻势？你们北约这些国家讲的都很好听啊，你行你上啊，你怎么不上去走走看？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把别人的命开玩笑。现在整个情况对乌克兰极端不利，如果你美军真的有心想要帮忙，就进去啊，要不然就把美军现役的武器直接丢过去给他们了。那你愿意做这些事情吗？你现在都还在限制他的长程攻势，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其实北约跟美国心里头都很清楚，这场战打不赢了，只是这场战不能够在11月美国大选前输掉而已，就差别就在这里而已。所以我觉得美军现在大概就是还是会少量援助乌克兰，想办法让他去拖，要乌克兰用尽一切力量去拖住这样局面，至少在大选前不要败了一败涂地，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对乌克兰来讲，你在美国大选前，你为了红军城把所有力量全部都终结了之后，请问一下，那11月以后呢？接下来后面的大笔土地谁来帮你守？你的兵源在哪里？武器在哪里？恐怕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那北韩本来就提供大量军援给俄罗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就是北韩这几年他在导弹科技上的突飞猛进啊。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都是美国自己错误的战略造成的结果。那现在局面演变成怎样？这样了，请问一下，美国你到底要怎么收拾？是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要讲到说呢，现在在中方，他们除了在武力上面有所这个展进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方面，他们的硬实力、软实力方面，比如说呢，现在他们的轮胎厂直接在塞尔维亚这边来开始量产了。那他们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就直接讲了，他是怎么说？他说这个是塞尔维亚史上最大的一个绿地投资。他说他不想提醒有多少针对他的攻击，但他觉得很幸运的是他顶住了。好，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工厂开始生产或是开始来进行量产之后，可以帮当地1200人创造就业机会。那也预估说呢，他们的实现出口额可以到2亿欧元，甚至明年可能可以翻倍变成5亿欧元。那这一些呢，就是所谓的中塞合作当中“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政绩。另一个部分呢，他们的前3大出口商现在说近乎啦都是中方这边的陆企来进行包办的，也因为双方确实在商业上有很多的往来，那当然人员上面也就会有需求了。也是因为这样，中塞他们要开始来进行对接，也就是直航。说呢之后会有广州这一边推出一个新的航线，一个星期有2班次，直接飞到塞尔维亚的首都，让他们的对接更加的顺畅。现在其实，在塞尔维亚有很多的基建，确实就是靠中国，原因是你看这个是他们的国家足球体育场。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就直接讲了，没有中方的这些协助的话，他们很难造成这样规模的体育场，又或者是说呢，横跨多瑙河这样的一个粮食通道，这一些基本上也都是中国的基建基数在这边能够来做运用。现在讲到基建，很多国家想到中国，但问题是老大哥美国要告诉你，我们其实也可以呀，看看我们吧。好，中方呢现在铁路的营业里程所以已经突破16万公里，覆盖99%的人口，有超过20万个城市。16万公里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16万公里大概就是绕着地球的赤道4圈这样的一个长度概念。这个是在中方他们的高铁，现在呢时速呢说还可以保证有350公里，用唯一一个在高铁时速350公里商业营运的国家，这个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自身基建的一个骄傲。而这个底气，现在美国就讲了，我们也有。原因是因为呢，西门子交通要在美国建立第1个高铁的生产设施。那你会问，他们自己来做这一些子弹列车啊，或是这个是他们所分享的列车内部效果图，包括派对抛向，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蛮漂亮的哈啊！如果真的做成了，在哪里用？是在加州。来，加州的高铁第1个车站设计的方案揭晓，你来看，看起来也是美轮美奂。那现在呢，说预计会在2030到2033年间投入营运。
只是啦，之前加州的高铁有一座桥梁是盖了16年，所以现在这个加州的高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盖完？当然啦，当地人大部分还是抱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就是大家会想说，哎呀，这一次有真的可靠吗？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中方呢，现在在轮胎厂跑到塞尔维亚这边来开始进行量产，让武契奇很开心。对，因为中国大陆，我想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策略啦。因为欧盟逐渐的对中国大陆啊采取比较多的贸易的限制，甚至投资的限制哦。虽然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欧盟之间的这个投资协定哈，一直卡在那边没有通过哈。可是欧盟事实上的话，过去对中国大陆在它的境内的一些，尤其这个基础建设投资都有很多杂音，因为比如说道路或者铁路或者桥梁哈，有中国公司得标的话，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心理上没有办法接受。那现在塞尔维亚事实上它正在申请加入欧盟阶段。那么如果说它可以从这个塞尔维亚先取得一些投资的一些成效的话，那将来从这些塞尔维亚还有匈牙利这些国家进入到欧洲市场的话，那就不会受到这个欧盟的市场化，就不会受到欧洲国家在欧盟体制的这种限制。所以我觉得就中国大陆除了这些就是说发展援助协助塞尔维亚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有一部分考量，另一方面也考量到中国大陆整个产业在欧洲的布局。因为中国大陆除了现在产品很有竞争力以外还有就是基础建设的这个竞争力也很强。那事实上很多地方强过欧洲的这些基础建设的公司塞尔维亚用的大部分的它这个不管桥梁、道路、火车它用的是欧盟的标准。所以中国的公司进入到塞尔维亚去建设这种公共建设基础建设，它是用欧盟的标准在建的，所以也让中国大陆的公司能够适应欧盟的标准。那么目前在塞尔维亚，我看包括塞尔维亚跟这个匈牙利大概成效都算是还是蛮具体的，都受到当地的很大的欢迎。那它的施工工法，还有它施工的标准还有就是产品检验的标准都已经达到欧盟的标准。这个桥梁也不是人随便乱修的铁路也不是随便乱修的。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制造业，现在中国大陆也往欧洲移转其实制造业我们了解，就是说你建一个这样子的工厂，其实它就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产业链是一个挂钩。我们以前在很多我们这个台商到东南亚去这个设厂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好像我们的资本外移，可是我们在东南亚很多国家设厂的台商他习惯使用的工厂的生产的设备都是我们台湾产的，所以造就我们台湾的精密工业我们精密机械工业在各地方有很大的市场，是因为我们台商到那边去投资的结果。那大陆的这些厂商，他比如说他到这个欧洲去设厂不管是汽车工业还是这个轮胎工业，那么它里面用的生产的工具基本上应该还是中国大陆，所以他设一个厂就把它的整个的这个厂跟大陆的这个生产线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链就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我觉得大陆应该会不只是塞尔维亚啦、匈牙利啦，你会看欧洲国家会有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投资。当然塞尔维亚因为对中国大陆特别的友好，所以他就首蒙其惠啦。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第一个。是，请教一下李将军。这个大陆高铁有16万公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是比渝北辰亿元的这种涅伯河还要多4万公里这个那当然我们知道，所谓道路运输来讲有很多种手段公路运输、这个飞机运输、机场运输。那美国他们以前认为说它国土很辽阔，所以它要快的话，它用飞机嘛那要有道路运输来讲有弹性，最有弹性是道路运输。可是运量来讲，居于这两者中间大概就是铁道的运输。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大陆来讲16万公里的高铁就融合这3个优点。第一个，
它可以很快，它速度来讲不见得比你机场慢，因为机场你要经过通关啦，或者到达机场，离开机场再到市区这个道路来讲的话，就像我们现在从台北到高雄，那我们坐高铁了，几乎没有人在坐飞机了。这第一个它快它不见得会比飞机速度要慢。第二个它也非常有弹性，你只要盖到哪里，我就可以延伸到哪里。其实跟公路比起来，它的弹性不见得会少。第三个就运量来讲的话，其实它比公路又要多如果说你现在我们当然都是带人了，一次像这次马上中秋节了，那我们旅客来讲人数增加，我马上就可以加挂列箱，然后增加班次来讲，运量也不会少。所以我觉得高铁的运输是现在文明社会里面必要一种运输手段。那当然来讲，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大陆它绝对不是仅止于高铁这项这个运输的手段。我们现在看到什么？第一个就是长江三峡，它水路运输水路的运输运量更大，一条船你看看3000吨，它这个在柬埔寨，它帮柬埔寨盖的这个德崇福南运河可以带3000吨的船，就小型军舰都可以直接开上去3000吨不算小型军舰了，这个9701号也不过才2000多吨，它3000吨的军舰都可以开上去，所以运量可以很大。那在大陆来讲的话，它除了在自己长江三峡有这种水运的基础建设之外，它现在在柬埔寨这边也帮忙盖这个水路的运输。另外，我相信在很快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陆来讲，它不管是长江或黄河，还有这淮南这边的以前古时候说是南北的这个运河，它如果说打通开通来讲的话，它会变成一个水路的一个运输网，然后让它整个运输量会有更加大的一种这个可行性。是，请教彬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正在用它强大的基建能力，在全世界各地开疆辟土，那也获得了蛮多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塞尔维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塞尔维亚过去其实老讲这个国家也并不富裕，然后相关的基础建设也很薄弱。那在跟中国大陆合作之后，获得了很明显的一个增长。那这自然会吸引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想说，他跟中国这个合作这样的状况不错，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比照办理？那当然这会引起西方很多忧虑，比如说像印尼的遥望高铁就被中国大陆建成之后，很多人就开始批评说，你印尼这样太依赖中国大陆了。但是问题来了，好，你觉得他太依赖大陆，那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别的能力帮他做吗？你美国也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不要去批评人家怎么依赖，而是你自己，你也可以去抢啊，但是你自己的铁路都盖不好。可是我必须讲，可能有点颠覆大家传统上的概念。世界上铁路最多的是哪个国家？你知道？是美国。其实美国才是全世界铁路第一的国家，它有22万公里的铁路，比大陆还要多。但是问题来了，它的铁路电气化程度多低，你知道吗？不到1%。也就是不到2000，就是大概2000出头而已。是。接下来看看俄乌战争最新的一个发展是，双方已经连续2天进行了换俘换球换俘的动作。那这已经是大战以来第8次。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有103名乌军被放回来之后的画面，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助底下居间的斡旋。那终于互相交换，一共有206名。这个画面上看到的都是乌克兰的士兵他们乌克兰官方还有媒体所释放出来的画面。那互相好不容易可以回家了，不管是拥抱或是终于可以平安回到自己的家园，很不容易。泽伦斯基说，今天能够成功换俘呢，归功于什么？说是因为乌克兰近期突袭了俄罗斯边境库斯克，所以才能够换俘的吗？我想他一直在合理化到底去攻打俄罗斯境内是不是正确的，现在正在被反省检讨当中。而乌克兰呢，现在红军村已经开始撤退了吗？这几天我们连续关注，大概已经1个礼拜，说被团团包围之后，俄军已经宣称夺回了乌克兰东部的一座村庄，也就是在红军村旁边这里。但是呢，因为最近呢南部军区积极的效果，这是俄罗斯的宣传说法嘛所以呢，在红军村这个城叫红军村就得以解放，看起来战情真的告急，就差那一步。有一些人在撤退了吗？那或者是已经在旁边的这个附近的
这个领地都已经被俄罗斯给占领了吗？那乌军甚至有一名匿名的军官受访，他告诉 BBC 记者说，军方现在不让我们撤，他说要叫大家不计一切代价守住阵地，往往会导致折损部队跟资源，所以有一些部队被包围，但有些人已经开始想要逃了吗？那欧美是不是可能在这个角色里头，有没有可能变成正式参战？这也是普京全力在防堵的。他公开的宣称，如果呢这些西方国家同意乌克兰使用远程飞弹打俄罗斯的话，那就意味着欧美跟他们开战。那一天，所谓俄罗斯前总统说的啦，一个巨大的灰色的融化斑点就会有更大的问题，甚至诉诸核武嘛。那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在英国的角色的部分呢，到底要不要允许这件事情？英美两个老板们，总统领导人见了面，却没有直接正面回应这件事情。那在报道里说，前国防部长、前首相都敦促啊，要赶快同意啊，但是在国内仍然在这个官方继续推迟的情况之下，也因此这个乌克兰的飞弹问题紧张局势升级啊，以至于俄罗斯驱逐了6名英国的外交官，认为他们从事间谍跟破坏活动，所以取消他们的认证。下一步会不会也是更多更积极的动作在英国呢？现在双方关系很紧张，但是北约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说了乌克兰已经具有充分的军事理由可以去打击俄罗斯境内了。那这个是美国跟英国现在相对保留的这件事情呢，北约却主张应该要让乌克兰有更多的武器可以深入俄罗斯的领土。那接下来的代价可能是什么呢？更大的世界大战吗？而美国要跟泽伦斯基见面讨论战争战略这件事情，本月份也有更多的所谓的实质的支持计划，要怎么援助？但是看到拜登跟英国首相施凯尔两个人见面的场合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啊，所以你们要支持继续有远程的武器去打俄罗斯吗？记者问了这个问题，被拜登给制止了。听听这个画面。Mr. President, what do you say to Vladimir Putin's threat of war? I say you be quiet till I speak, okay? That's what I say. Good idea? Well, what do you say to Vladimir Putin's threat of war, sir? It's a serious threat. You gotta be quiet, I'm gonna make a statement, okay? 他叫记者安静一点了因为这是急切记者想要知道的问题，究竟美国跟英国要不要同意乌克兰使用武器去攻俄罗斯有长程的武器呢？但应该现在看得到的是，俄罗斯直接包括跟中国大陆、跟北朝鲜、跟伊朗的各种合作，包括有共同的这个演习是30年来最大的之外，还有各种俄国的飞弹啊、伊朗啊这种提供给俄罗斯的军援的武器的部分、弹药的部分，北朝鲜也一样当然，这也是西方世界最担心的。将军怎么看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我认为俄乌战争是在乌克兰来看是战略错误，因为它跨境攻击库尔斯克，这个是造成他兵力分散，所以他的红军城他守不住。他如果置重点于红军城的话，这样子俄罗斯的军队想要拿下红军城那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是他已经兵力分散。那现在打了那么久，乌克兰兵力越来越弱，越老化。他这个时候兵力一定要集中在几个战略要点上面，集中在这个战略要点上面，让俄罗斯没有办法轻易的攻下。目前要这个样子，不要再分散了，再分散只有被俄罗斯的军队各个击破。所以我们可以看，按照整个来看，乌克兰丢失的领土以开战的时间成正比，开战的时间越长，乌克兰所丢掉的领土是越多，反而是没有办法收复、归附他的失土。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乌克兰的战力是明显的屈居下风。那现在如果西方国家要给乌克兰，让乌克兰能够使用长程的这种打击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的军事目标，我认为效果有限。第一个，要供给多少的数量给乌克兰，那乌克兰能够有多少的数量，能够有它的载具跟载台来发射这些长程武器去打到俄罗斯的境内。第三个，有多少的这些武器，长程武器可以正确的命中目标，因为中途会经过俄罗斯的军队或者地对空反弹，这是相关的武器做拦截。所以这方面的经过这3层的考量之后，所能够目前的状况已经给得太晚，给的数量能够有多少，能够多少改变战局吗？我认为效果是非常的有限。所以现在
这个乌克兰在这边呼救，希望国家赶快释放，就是说能够使用长程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我认为这个已经变成这个战况已经不利了，想要力挽狂澜，这扭转败局，我认为效果不大。那我们现在看最重要的，我认为作战的胜败决定在战场的指挥官，在国家的统帅。因为泽伦斯基他是典型的，他这个领袖是典型的信心超过能力。他对这个俄乌战争他很有信心，认为可以战胜俄罗斯，这是他的信心。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落差非常的大。那这个将帅无能，这个官兵成炮灰，害死3军，这是乌克兰的技能。大家有很多媒体当然说都乌克兰最后会赢，但是我就一个纯军事的观点来看，乌克兰想要打胜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微乎其微，是不可能的。其实乌克兰现在能撑这么久，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很多的这个来源，就是因为西方的支持嘛。杨老师当看到了英美这个支持武器是最关键的，能不能在源源不绝的送进来？泽伦斯基一直在喊话，还催促，太慢太慢。那英美现在的为难当然是，如果真的让他可以同意打到远程飞弹，打到俄罗斯，自己可能会卷入战端。我觉得现在在讲乌克兰。所谓使用远程武器援助乌克兰或者是怎么样的新的战略去对抗俄军避免红军城失落，都是假议题了。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11月5号50天，各位还记得上一次川普跟贺锦丽辩论的时候就谈到这个议题，俄乌战争的议题。如果是俄乌战争这个议题的处理，我其实是希望川普能够当总统。他说这个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这个战争到现在已经死了很多人，乌克兰都讲假话。这个战争他可以在当选总统之后，在1月20号就任之前，所谓的总统后当选人的身份，他要把它结束掉。他把普丁找来，他把泽伦斯基找来，他要结束掉。这是一个拜登的战争。然后呢，主持人问贺锦丽：“你对于这个战争，我们支持民主对抗侵略，少来了。”2014年，美国支持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更换政权。当初的那个总统是合法选举上的，他只不过是不愿意去签署跟欧盟的协议。有人民抗议，美国人啪支持他们。当时后来做这个副国务卿的，跑到街头上去支持那些暴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侵略，那你美国侵略伊拉克不叫侵略吗？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非法战争，你怎么不讲你是侵略者？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在等这50天之后，川普如果当选，所有的事情都没了，什么远程飞弹，是不是？俄罗斯也在趁着这50天，如果川普当选，这50天他要去扩大他的战果，他要去把库斯克的那边的人大概2-3万的乌军已经是瓮中捉鳖，他要把它给缩，但他也不愿意死太多人，不愿意这个战争太激烈。可是他也要预期到，如果今天是贺锦丽当选，你问我会预测谁，对不对？我下个礼拜来预测。那但是呢，如果是贺锦丽当选，他要做准备，他扩大这个战果。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况拜登已经没有可能去做任何的影响。你回过头来看，这个战争死这么多人。乌克兰丧失这么多领土，都是拜登的战争。难道现在只是在撑到大选之前，不要结束战争吗？朱老师，好，要怎么撑下去现在就是说，美国这个布林肯已经暗示说，美国可能会放行，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长程武器长程飞弹可以打进俄罗斯的本土。那其实过去美国是不同意的，因为认为说它这个数量有限，它应该用在克里米亚，用在它最关键的战场上。那现在为什么松动了呢？第一个当然是英国的压力，英国希望
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这个支持乌克兰。第二，当然也是看到就是在库斯克这个地方呢，乌克兰面对俄军这反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要避免乌克兰在这个库斯克乃至于整个乌东战线的崩溃，他当然希望要做这件事情，当然希望能够增加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不断的用飞弹去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这些基础设施，那么谁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俄罗斯的进攻持续进行，那是美国要去帮乌克兰修这些这个基础设施，修这些它的这个电力网啊这些，所以当然他希望这个能够阻绝俄罗斯的攻击。好，那俄罗斯会有什么反应呢？普丁已经说，就是说如果这个乌克兰所使用的西方武器打进俄罗斯的本土，就视为是西方对普丁的战争开战。说归说，他会怎么做？现在大概有2个可能的行动。第一个，俄罗斯方面透露的讯息是说，他有可能去攻击英国的在这个欧洲大陆上的这个战略资产。这个讲的比较含蓄一点，比较模糊一点。什么叫战略资产呢？大概就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部署的部队。其实英国今年已经部署了2万名的军队到欧洲大陆上去。那么当然主要在东欧，特别是在这个爱沙尼亚。这里头其实这个整个北约的部队是由英国来主导，大概有1700名。因为爱沙尼亚其实距离俄罗斯就非常非常近，所以当然英国就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应对一个可能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击。那当然在这个之前，普丁还有可能做另外一件事情去回应这个西方现在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红线给向后退的这样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就是试爆核子弹。那俄罗斯上次试爆核子弹是苏联时代1990年，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所以他当然用这个试爆核子弹来说展现他的一个愤怒。那当然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引申的这种可能的行动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撤回他跟西方国家、跟美国、跟这个北约国家签署的各项的限武条约。那这些其实都会加剧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西方国家之间的武器军备竞赛，会使得双方都处于更不安全的境地。这个大概是我们未来要看整个俄乌战争发展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是西方跟俄罗斯之间的军备竞赛跟相互的威胁。当然，随着美国的大选倒数50天，一定这个抗中是共同的战略，所以美加被形容叫做升级包围来围堵中国大陆嘛。包括了加拿大国防部长到日本去访问，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讲加拿大正在讨论要加入 AUKUS 这个所谓协议，用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日益成长军事影响力。那甚至日本要不要参加呢？大家一起要来参加呢？这里的影响是什么？那因为加拿大自己也并还没有正式的加入，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真的对于这个日本这边共同对美国的防线有所帮助？当然，北京的香山论坛闭幕之后，解放军特别的向美方递送了一个书法，上面书法是什么？叫做这个以和为贵的书法的条痕。这是由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陈晓东递出来的，中方已经继续做好了斡旋者、劝和者，代表了他们谈的是和平啊，要协商啊。而国防部长董军说的是，香山论坛成为大小国家都平等参与的全球安全治理重要平台，不要扩大成更多的争端跟战事，是不是所谓的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中方提出来，但美方加拿大现在看起来更多的是围堵或者是经贸开战。其中9月27号很关键的日子快到了这个是更多的美国的关税9月27号生效，9月13号确定的。现在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太阳能啊、电池啊、钢铝啊都有更多比率的关税要来惩罚中国大陆的进口。但美国还要不止民生物资现在经济通膨对于国内的选情很有影响，但它也要向廉价商品征税国际上的邮包进到这个网购嘛进到美国境内低于$800本来是小额有豁免的，现在也全面要征税，说有漏洞有各种的商品需要用征税的方式来围堵这个中国大陆在
国内的经济的话，那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措施，要砍向大陆的网购平台。对于低价商品，在整个市场消费来讲，还是可以满足一些比较经济能力消费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者。这样的做法到底会不会自伤呢？尤其是中国进口的纺织品跟服饰啊，这样的加税之后，直接会增加70%的价格，受害的是谁？会不会是平民老百姓跟消费者呢？那像中日对决也是一样的道理哦。被形容叫做最关键的关键转捩点，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本田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连续3年下滑，那今年下滑更严重。根据数字来讲，2到8月都是强力的、严重的下跌，低到22%，最多到8月还可以暴跌到4%。那不只是本田、丰田啊、日产汽车都一样，几乎是这个中国大陆市场的内卷，都是自己国产品牌在成长。那么日本汽车销售量遇到了重大的阻碍。那欧洲呢？中国贸促会呢批评美国要对这个关税9月27号更多的严峻的措施，会影响中美合作。但欧洲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转圜的空间，例如呢，像从加拿大、日本啊、印度啊这些进口的这个物品，强力的还以反倾销税来进行立案调查。那当然这很严格，也会立刻对这几个国家产生冲击。欧洲会相对的缓和一些，因为欧盟就说啊，本月25号还只是针对要不要对中国电动车关税来进行投票哦，最后的结果还不知道，看起来还有很多可以谈判或舒缓的空间。但是欧盟呢，如果这样做，真的提高关税，自伤的可能会更严重，因为呢，包括广州跟中欧的这个中欧列车啊，中欧班列车8年之间，海关累计的监管进行的各种班列里面。各种的消费跟金额构筑的2个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影响的才是真正的叫做黄金桥。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各种金流给断掉，提高关税的话，中欧班列成功的开启的模式也将会受到重击了哦。杨明老师，当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啊、加拿大在选举之前当然抗中哦，27号马上登场的电动车关税的抵制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欧盟现在9月25号吧，还是27号会做投票哈？是，他们要15个国家支持，他有27个会员国，要15个国家，但是呢，这15个国家人口要超过欧盟的65%，这个案子才会通过。所以关键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人口比较多的这个国家，西班牙的首相已经去过大陆，表示反对啊。第一个，所有的欧洲的车企这些车商都反对，那你怎么说这个会对我们的欧洲竞争产生压力？因为你会失去大陆市场，而且大陆也会反制，所以就变成一个贸易战。很简单的讲，各位，这又是一个美国的对欧盟的施压。那冯德莱恩就是强力的要通过这个17%到36%新增加的关税，再加上原来10%，所以呢，比美国的100%加拿大100%大概就是一半。但是呢，这也对欧洲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美国要去针对欧洲的汽车的很大的这个压制打压。可是各位，就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登了一个什么文章？它的标题叫做“福特汽车的 CEO 到了中国的时候被吓到了”。他说什么被吓到？福特汽车的 CEO 啊，他叫金法里，他就是才上个月去就是中国大陆看一些汽车。不只是看福特，他看其他的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他回到了美国，跟他的董事会人说，中国车企正以光速前进，在汽车上所使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与美国现有的技术截然不同，而且这些提供流畅数字功能的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正以低成本供应链在价格上击败对手。他亲自进去做，他的这个财务长进去做，这都是《华尔街日报》写的。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他们被吓到说，这个车体设计流畅，行驶平稳，里面感觉高科技感，而且半年就新的模型出来。小鹏、华为、BYD、仰望，这都是高阶的，不是低价的哈。所以他就说，美国跟全球的市场已经不是在90年代面临到日本汽车的这样子的一种攻占的这种威胁。而是一个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它新的这个就是领域。
那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它因为好几篇都在谈这个同样的问题，它继电动车之后，中国又试图主导 AI 驱动自动驾驶技术，所以这已经不是车子问题，这已经不是电池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平台，一个智能化，而且它不只是车子，它跟你的所有的设备，它跟你甚至家庭，甚至这整个 AI 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我亲自去了北京大兴的他们这个就是小米汽车工厂，你们都看过哦。小米汽车工厂算是不算是特别高价，因为那 SUV 只有大概台币不到100万哦。所以呢，你看到的是现在全世界都有一点在害怕，在围堵，希望能够用保护措施让中国的汽车进不来，但是挡不住了。他说这已经，我在讲福特汽车的 CEO， 他说这是挡不住的，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造成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如果跟不上，哦，那基本上其实只有改朝换代了。如果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话，看起来是一个分水岭，另外一个技术的世代不在同一个平台竞争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在香山论坛上有一些军事上互相言论上的角力，但实际上在经贸上面更是直接，尤其是美方27号开始有更严峻的关税措施。对它这些关税的话，这会造成贸易壁垒。这些关税要从25%甚至加到100%啊，那这些关税价所加的会变成商品上面的价格上扬。那商品价格上扬之后，会造成消费者在这一方面的能力的这种萎缩。你贵那么贵，那变成消费市场就会受萎缩。那这样的话会加剧了这个物价上涨啊。你物价上涨，你因为加税物价上涨就造成通货膨胀了。你物价上涨，那你因为通货膨胀，那你就不利于利率调降哦。因为你通货膨胀严重，你要紧缩啊，你要紧缩，利率就不能调降，利率不调降就会影响到大家投资，因为利率太高了，那这些资本家这些企业主他怎么样去投资？他不要投资，因为利率太高了。那大家不愿意投资，那会造成就业市场下降，因为大家工作就会变少。所以整个这个循环的会出问题。那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美国的制造业。像去年中国大陆的制造的产值总共是5.06兆美元，在全世界大概中国大陆大概排名最高了，5.06兆。但是美国的制造业的产值多少？美国制造产值是2.7兆美元。美国大概的制造业的产值只剩下中国大陆的大概55%左右。那这样的话，就是比制造业了。那制造业的话，那中国大陆既然制造业强，那当然就要外销到美国。美国只有挡，那靠什么挡？靠关税来挡。其实美国应该脱胎换骨，来整顿它的制造业，让它的制造业能够更起来，而不是靠金融业啦、保险业啦，或者是其他的衍生性的商品。那这个毕竟不是制造业毕竟是经济国力之母啊，应该是这个样，它应该从产业结构来做调整。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转型动作是太慢了。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另外，我们看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它自从这个“一带一路”开的时候呢，它把那个投资扩大，另外呢，它的市场也扩大，市场随着“一带一路”也出去了。所以你看“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呢，它的投资进去，市场也进去，让中国大陆的这些制造业产品呢，可以卖到全球各地。第二个，中国大陆增加它的铁运跟海运，你看它的铁轨一直在这轨道运输啊，你这样子运输快速的话，它的商品的时间成本降低。为什么？你快速送达，你一快速送达，时间成本、运输成本都相对降低，那它产品的竞争力就变强了。还有海运，它的海运也是这样，中国大陆那么多的这些邮轮或商轮、货轮，它也不断的往外做运输去做外贸，然后去销售。这样子的话，让它的这个时间成本也降低，变成中国大陆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提高。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它增加它的运输，不断的盖这个欧洲班列或者海运，有它的考量。海运都全面来推展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因为国内的大选，对于抗中的关税措施越来越严格，但欧盟现在看起来是还有转换空间。首先，我看美国的这个关税看起来像是一个做动作了，因为这个其实早就宣布了，并不是新的。但是因为拜登政府也很了解嘛，这个关税课下去的结果呢，其实可能是两败俱伤。那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在美国创造新的产业。但是呢，他在选举前，他必须要做这个动作。还有网购商品影响就比较大。就是说，到底他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
哦，然后它因为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规定还是看你的执行程度了。那为什么我讲说这个跟选举还是有关？因为其实它的电动车也好，或电池也好，有几个地方是在这个所谓摇摆州的。那这个选权宣布，当然对他在摇摆州竞选是有帮助的，但实际真的执行这种东西，往往其实这种贸易报复措施都是两败俱伤啊。所以未来能够走多远，我觉得还有的观察。倒是欧盟的这个决定是有趣的啊，就是说，因为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大陆这些车厂本来提议是说要设定这个价格的下限啊，不能低于多少的价格，然后呢还有这个销售额的上限，但欧盟方面已经拒绝了。可是呢，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王文斌现在到了欧洲去，所以看起来还有一搏的机会。